大家好，我係 Wow 好少嘅影評，咁啊講下咧《蠟筆小新》劇場版《千奇百怪我的妖怪假期》。哇，個戲名好長，咁我以下落嚟咧就簡化去做《蠟筆小新2026大電影》啦。咁其實本身我就唔係蠟筆小新嘅粉嚟嘅，甚至我可以話咧，我唔係咁中意佢嘅嚇，因為我嫌佢個樣咧好似嗰個陰標陰符咁嘅樣咧，冇乜美感可言。同埋以前就中意除褲啊，將自己嘅雀雀畫咗大笨象咁樣噶嘛，即係有啲變咗係不紋尖咁，依家變咗係不紋身咯嚇。咁鹹鹹濕濕啊，一個屁孩啊，咁我嫌佢又冇乜深度，咁我唔係咁中意嘅。咁但係嗰時同班同學有啲好中意蠟筆小新嘅，咁我就麻麻地。坦白講，因為我唔係粉咧，去睇嘅時候去評嘅時候咧，就可能嚴格一啲嘅。如果係粉咧，7分以上冇問題嘅。咁我嚴格啲嘅話呢，我就6.5啦。咁你可能會問，你都唔係粉啊，做乜去睇嘅咁樣？因為最主要我睇啲影評就話，今次呢嗰個劇本就紮實咗好多。咁正因為呢啲咁嘅正評呢，我就去睇。咁其實都真係個劇本係 OK 嘅嚇，唔錯嘅。只不過可能你當我係一陣再有啲雞蛋挑骨頭啊，或者我唔係粉嘅時候，你會覺得悶。咁其實如果你話哆啦 A 夢，我哋以前叫叮當啦，其實我都算係都中意哆啦 A 夢。咁但係我都唔會睇佢大電影，因為來來去每年都係嗰個廊㗎啦。咁更何況就係小新呢，咁所以可能咧要忍受我陣間嗰個嘅評論咧就會係嚴啲、緊啲㗎嚇。咁先講呢啲少少背景先。咁漫畫家呢，臼井義人咁就係由1990年8月嘅時候呢，就開始喺個週末漫畫 Action 裏面呢係連載呢個嘅蠟筆小新漫畫嘅。1990年啊，咁已經係36年前啦。咁我但係幾時再留意佢呢？因為我唔中意睇佢漫畫啊嘛。跟住留意佢呢，就唔係去動畫化嘅時候，就係到去2009年呢，登山意外意外身亡嘅時候呢，我開始再一次去認識呢一個嘅漫畫家。咁少少背景係點呢？喺2009年呢9月11號嘅時候啊。咁臼井義人咧就去群馬縣方船山嗰度咧係登山嘅，咁但係9月11號咧登山失聯啦，咁要去到8日後咧，即係9月19號，咁先喺個崖底咧發現佢遺體啊，仲要憑佢嗰個牙齒，因為開始腐爛個屍體，咁要佢牙齒記錄咧證實佢嘅身份啦，咁亦都係證實咧佢係意外失足致死嘅。咁臼井義人嗰個意外身亡咧，令我重新認識佢啦。咁原來佢都係中意遊山玩水，中意行山，好似我咁。咁雖然我一關節咧就唔係好得㗎啦，咁加上佢中意自己一個行山嘅喎，咁所以某一啲嘅性格咧，可能都會相似都未定嘅，所以我就重新咧去了解下佢，留意多啲佢嘅，所以點解都解釋翻咧？今次我會睇佢大動畫係咁解嘅。咁去完日本咧，佢嘅7月尾係上畫嘅，咁你日本有得睇嘅時候，我諗緊唔知香港幾時有咧？點知香港都上咯，咁咪想睇咯。咁我中意原汁原味嘅，我睇日文版嘅。今次動畫導演呢，就係渡邊正樹 Wasaki Watanabe 所執導嘅，佢前作就有《戰魂》啦，同埋《偶像學園》啦。咁配音呢，都有小林由美子啊嚇。咁小林由美子呢，就係自2018年呢接替個矢島晶子嘅。矢島晶子個初代配音員呢，一配為小新配咗26年㗎啦。咁香港配音都至少轉咗3代㗎啦，由第一代嘅譚淑英小姐啦。由第2代黃志明咧，最後去到咧黃慧珠嘅。我一向咧先讚後彈，第一個讚係咩呢？唔知道係咪日本人本身咧個民族性好強啊，好跟規矩等等咧。咁你有一個角色係唔跟規矩嘅時候咧，就好 hit 啦。即係你平時日常做唔到嘅嘢，小新幫你做晒啊嘛。佢不嬲嗰啲少少不文就有㗎啦。咁今集我就睇到咧，就係不斷都係扭囉柚，係咁扭囉柚啦嚇。或者攞個古巨基去夾住啲嘢，又係咁扭啦。咁但係個劇本呢，係比我想象中係寫得好嘅，真係咁最主要呢，就係譬如話佢將嗰啲傳統嘅日本妖怪呢，有一少少嘅新演繹啦。我自己覺得，即係譬如嗰個嘅八岐大蛇呢，其實象徵一啲嘅洪水嘅水災嘅。咁所以嗰個嘅八岐大蛇嗰個妖怪呢，可以用水控制水嘅能力啦。咁裏邊有八岐大蛇啦，有九尾狐啦咁呢啲咧，不嬲我哋認為係一啲邪惡嘅妖怪咧。咁但係卡通片裏邊又唔係睇到佢哋係邪惡嘅喎，幾特別。咁邪惡嘅都有，譬如你可能當蜘蛛精啊、百足蜈蚣啊等等。咁但係咧，善良嘅妖怪咧，你當係
或者不嬲我哋都唔視為善良嘅九尾狐啊、白旗大蛇呢？或者可能有正有邪嘅時間啦。咁今次呢，喺個動畫裏邊嘅時候呢，佢都係善良嘅噃。咁同一時間呢，佢都有一啲千與千尋或者有鬼太郎嗰種嘅感覺嘅。咁千與千尋就係呢，個父母變豬啊嘛。咁今次佢嘅父母都變咗啲嘢嘅，咁唔講咁多住啦。咁鬼太郎呢，就大家睇到其實妖怪呢，未必係壞，有啲妖怪係好嘅添，好似鬼太郎啊、鬼太郎爸爸啊，或者鬼太郎班 friend 啊嚇。所以呢，妖怪未必係害人嘅嚇。咁我覺得佢呢個嘅劇本嘅編寫呢，即係有佢一定嘅深度嘅。咁呢個係值得讚啊，或者將一啲嘅妖怪重新嘅演繹，咁我覺得都係值得讚嘅地方嚟㗎。第二樣咧就係啱先去完日本，咁佢個畫面啊，佢呢個畫風應該咁講，嗰啲角色嗰個嘅設定咧嚇，人物嘅描繪咧係線條簡單，甚至好似啲音符咁樣樣。咁但係呢個 backdrop 嚇嗰個背景啊，你嗰啲嘅藍天白雲啊、農村景啊、都市景係好靚嘅，靚嘅噃。咁我真係勾起一啲淡淡，真係我哋第二個鄉下嘅回憶咁樣嚇。尤其是啱去完日本咧，咁你再睇嘅時候，哇，好有味道嘅噃。第三樣值得讚呢，就係頭先我話呢個劇本佢有佢紮實嘅地方，同埋有全新演繹嘅地方啦，同埋佢有個深層一啲嘅隱喻呢，都有意思嘅。即係譬如話人都有佢嗰個嘅黑暗面啦，其實人呢都可以化為妖怪呢，佢呢一個 point 係幾好嘅，我自己覺得。咁雖然化為妖怪嗰個嘅過程係簡單啲，但係佢嗰個嘅重點就係呢：我哋每一個人可能內心某一邊啊，都會有一個幽暗嘅地方。可能你係冚埋咗嘅啫，用你人類嘅身份冚埋咗。咁咪當佢撩佢出嚟嘅時候呢，你都可以成為一個妖怪。舉個例，可能一個伯伯咁樣樣，你將佢化為妖怪呢，可能變咗鹹濕妖怪喎嚇，成為一個搭訕妖怪咁樣，就係佢最深層嘅嘢呢，發大咗出嚟咯。咁佢呢個嘅表達係幾特別嘅，即係有時如果人類你真係指控妖怪啊、恐懼妖怪，甚至就係要滅絕妖怪嘅時候，但係調翻轉，可能我哋自己呢都係有嗰個幽暗面嘅時候，你又點可以純粹單方面咁指責妖怪呢？所以最後一個讚就係呢，其實今次都睇到呢小新嗰個成長嘅，即係蠟筆小新呢，佢不嬲俾我感覺啦嚇，由90年代開始呢，都係我頭先講咗啦，不文啦、貪玩啦、搗蛋啦咁樣噶嘛。咁但係今次俾我呢睇到因着佢嘅家人去愛家人呢，有佢成熟嘅一面嘅喎。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新嘅改變，從一個無賴嘅僆仔咧，其實都有成長嘅，即係畫就畫佢係一個僆仔啫嚇，其實係長不大嘅小朋友，就好似即係櫻桃小丸子咁樣，永遠都係3年 A 班咁樣啦嚇。其實都係一班成年嘅畫家或者編劇咧，將佢哋自己嘅心態所認知咧投射咗喺個小新身上咧。某程度佢都代表咗成年人有一啲嘅心態，可能係貪玩啊、不文啊、想搗蛋咁樣，你做唔出嘅時候，你咪投射咗喺小新度咯。小新幫你代你出頭。佢個結尾都有一啲嘅餘韻嘅，我都幾中意嗰個結尾。你當係有啲似可能龍貓咁樣啦，有少少咁嘅感覺啦。咁唔講咁多，你可以自己睇。咁秋田妖怪之國。咁日本人睇可能更加過癮啦。咁今次有時候打 pat pat 嗰啲啊，扭 pat pat 啊，咁可能又係啱日本人啩。好啦，不過因為唔係粉嘅時候呢，咁又可能啲彈呢，你當係嚴格啲或者有啲雞蛋挑骨頭啊嚇。我自己第一個彈就係呢，其實可能個節奏係冇乜問題嘅，不過可能文化差異嚟講呢，就令我未必可以有時咁樣投入到嘅。譬如話打棒球嗰幕呢。我恰着咗，因為我唔熟棒球，亦都唔中意睇棒球。我中意睇應援嘅啫，即係我唔中意睇棒球，我都唔熟棒球，我即係中意棒球嘅應援隊嘅啫。咁嘅時候呢，即係佢係講緊蠟筆小新同人哋鬥緊棒球啦。咁我就唔係睇得有啲咩感覺嘅。咁但係你係日本觀眾啊、台灣觀眾嗰啲就好中意睇噶嘛，好中意棒球噶嘛。咁呢個就冇辦法啦。嗰下恰一恰，所以呢，呢個就唔關小新事，唔關呢個動畫事，係個文化問題。我都唔中意又唔識只係睇人哋棒球應援嘅時候，咁我睇你個公仔喺度跑啊，點會投入到呢？咁呢個第一個呢，就冇辦法啦，可能文化上邊呢，我係較難完全可以投入到啦。咁另一方面呢，
有時始終係動畫，甚至可能兒童向嘅動畫呢，佢係會過分簡化好多嘢嘅。咁對我呢啲呢，即係思想複雜一啲嘅觀眾嚟講呢，就未必滿足到我啦。所以點解我有啲位會恰咗就係咁解。譬如話呢，中後段嘅時候呢，其實佢個底牌都揭實出嚟啦。咁佢想講嘅就係其實可怕嘅可能係人，妖怪其實唔係咁可怕。尤其是啲妖怪係好好嘅時候，同埋有時啲妖怪同人一齊玩嘅時候呢，你更加睇到妖怪係唔可怕。咁但係另一邊廂理論上應該有可怕嘅係人因為可能人嘅偏見啊，人對妖怪嘅偏見啊，人對妖怪嗰種嘅無理嘅敵視啊、仇視啊，因為可能你見到一隻眼嘅時候，你又驚咯，咁啊唔中意佢啦；可能見到一隻腳喺度跳跳跳嘅時候，你又驚啊，唔中意佢啦。即係你唔認識佢，以至到產生恐懼呢。咁你老生常談，因着唔認識而歧視啊、仇視啊，甚至迫害對方咧。咁其實呢一部分呢，其實好弱，甚至冇嘅。即係最可怕嘅是人即係我之前有講過，28日後啊、28週啊、28年後啊，有時可能最可怕係人，唔係喪屍啦。咁佢依家呢個動畫就未必玩得咁好嘅。簡單嚟講呢，呢個主題個力度唔係好夠。咁你可以話，唔係一定要有一個主題嘅啫，咁就係變得過分簡化咯。咁另一方面就係咧，你妖怪有好有壞啊嘛，頭先講過。咁理論上咧，另一邊廂人都有好有壞噶嘛。咁但係佢今次咧，人壞嗰方面咧，哇，又係輕輕帶過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兩大陣營嗰個嘅塑造同埋描述係唔夠嘅，以至嗰個敵對啊、張力咧都唔夠。咁就純粹係即係俾細路仔睇就 OK 啦。咁但係俾大人睇咧，哎呀，就即係欠一點點，尤其是仲有其他太過簡化係咩呢？即係譬如話妖怪同細路仔玩玩咗好多代㗎啦，都係咁玩。你睇下妖怪幾好，咁樣唔使驚妖怪。咁呢個你哋純粹停留咗喺個人坦白講，都係嗰隻妖怪好啫，唔代表嗰隻妖怪嘅父母好㗎嘛，唔代表呢個妖怪背後嗰啲成紮妖怪都係好㗎嘛。咁但係好快呢，即係動畫嚟講就好似畫上等號咁樣咯，就不斷強調呢嗰一隻妖怪同小朋友一齊玩係好好咁樣。咁哎呀，咁我覺得又係簡化咗少少。不過冇辦法啦，因為始終係即係兒童向動畫太複雜嘅時候呢，細路仔睇唔明啦，細路仔睇得唔享受啦。所以有時一套動畫如果可以老少咸宜，其實係好難得嘅嚇。咁我自己真係較欣賞就係 Super Mario 第一集咁有啲都覺得係低能白痴嘅，但係我起碼覺得就做到老少咸宜。咁好啦，到其他盲點係咩呢？譬如其實所有可能係騰騰瓜瓜能騰嘅，咁可能有一個就係太過簡化咧，嗰個嘅解決辦法就係彼此認識咯。咁頭先講咗啦，你由唔認識就產生咗歧視啊、仇視啊、排他咁你認識嘅時候就冇事咯，咁一樣啦。咁你係咪真係完全認識嘅時候就可以解決水火不容嘅問題呢？譬如舉個例，尤其是可能你越認識嘅時候，更加係要小心對方嘅噃。喺個 ISIS 嗰個，譬如一個西方嘅記者啦，去咗 ISIS 嗰個勢力範圍嘅難民營啦，話係俾 ISIS 遊輪完之後啦，咁乜難民去嗰啲難民營啦，咁呢個女記者咧入到去訪問嘅時候呢，佢有細路仔將佢掟嘅。係回教徒小朋友向佢掟嘅，原因就係話佢做乜唔戴頭巾？哇！佢哋啲洗晒腦嘅時候，你好難搞。你再入到西方社會，佢唔會尊重你嘅文化、法律制度佢要跟翻佢自己個套。所以我就欣賞有時歐洲有啲國家就決定啦，禁頭巾法。你嚟得我嘅地方就要尊重，就要跟從。你唔想跟從，你要跟翻你個套翻，請你過住翻去自己地方，咁你咪做翻你個套咯。咁所以其實佢哋有啲地方開始醒覺嘅。咁我想講嘅就係，你係越認識嘅時候先越小心咁所以有係動畫呢啲位係太過簡單啦，冇辦法。我係一個好認真嘅觀眾，所以我就會係咁挑咧，佢背後頭先我講咗啦，兩大隻人嘅描述唔夠啦，以至到對立位唔夠啦，解決方法太簡單啦。咁仲有其實咧，佢依家嗰種嘅設定啊，就算單係以嗰個 setting 去設定兩大陣營咧，其實好多嘅電影都有嘅譬如你而家話人化為妖怪，妖精又想成為人呢方面咧，佢可以再講多少少嘅，係咪啊？即係人有妖怪嘅幽暗面咁但係調翻轉咧，有啲妖怪又想成精成為人咧，佢呢一個嘅
循環也好啦，對立也好咧，其實我自己覺得都唔夠。如果再多啲嘅時候，故事更加豐富咯。但係往往你咁樣設計咧，其實好多電影都係咁噶嘛。你妖夜尋狼嚇，你吸血鬼同人狼兩個種族就係水火不容嘅。咁但係其實就只係 Romeo and Juliet 嘅另一個嘅妖怪版啫。即係兩大家族 Romeo and Juliet 水火不容啊！點知 Romeo and Juliet 就相愛，咁依家一樣咯，即係你吸血鬼人狼就係水火不容啊！點知兩個種族跨種族相愛，咁依家其實都相仿嘅，依家大動畫係咪啊？即係人類同妖怪，咁好多電影都係咁設定㗎啦，因為咁樣設定先好睇㗎嘛。你 District 9都係啦，人類同外星人啦。你 Green Book 又係啦，一個白人司機啦，去做一個好有錢嘅黑人音樂家啦，但係去到美國南方嘅時候咧，嗰時係排黑仇黑嘅時代啦。Avatar 又係啦，人類同外星人咁樣樣，所以好嘅電影往往都幾二元下嘅嗰兩個嘅勢力咁先清楚，咁先好睇。咁但係我就都係嫌佢今次兩個嘅，你要當兩個嘅種族兩個嘅勢力啦，就唔夠 sharp。唔夠對立嘅，呢個係個彈啦。咁最後呢，有一個，咁最後仲有一個少少彈就係可能時代變遷啊。咁我停留喺呢，仲係90年代，我仲記住去除褲，我仲等緊去除褲，冇除褲喎。我諗緊係咪就係始終真係冇啦？時代變遷之下呢，你再除褲露 J 咧，真係冇乜可能。我唔知道電視動畫版係咪都冇呢一幕啦。我唔知道係咪即係2000年之後就冇咗啦。咁你更加2026年嘅時候都冇埋啦，咁所以其實某程度呢，去變正經係一個讚嘅地方，但係有時呢，冇咗除褲變得太正經嘅時候呢，會變得彈呢。咁呢個都係我想提出嘅。咁所以整體嚟講，我會俾6分至6.5咁樣啦。因為佢本身都有佢優秀嘅地方，但係我唔想係咁劇透嘅時候呢，咁我就 hold 唔讚住，唔引咁多例子住啦。如果你歡迎上嘅分享呢，請 like share subscribe，多謝各位，拜拜。